这是一台小米15，16+512G 入手价格3400。这是一台三星新出的 Z Fold 7，12+512G 入手价格13000，配置差不多，价格差了4倍，就为了折那么一下，大家觉得值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解读下部老谢。这2年的折叠屏看起来进步神速，但用我说，不过是虚假的繁荣罢了。重量厚度下来了，配置也跟着下来了。N5 3颗800万 ，V5 设计纯摆烂，外围配置看着还不错的 X Fold 5，老 SoC 够用但心烦，这就挺滑稽了。今年一大堆的新品，单论配置，没有一台干得过去年的 X Fold 3 Pro。反而这台三星外来的和尚不懂规矩，配置缩水的还不那么干脆，除了堪比，大抵还是升级多过降级。到现在，我拿着它从国外用到了国内，欧版换成了国行，大半个月下来，这次应该没谁能说我控制变量不足了吧？一句话结论，这 Fold 7依然是一台机无力旗舰，但我还挺喜欢的。你以为我要开始吹三星了？哼，天真。接下来照例咱们还是主要讲缺点，优点一带而过。毕竟优点的话，看看广告和发布会就够了。老谢这次大小折叠2台手帕都买了，自费2万多块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以我这新粉的纯度，讨个1键3连加关注，应该不太过分吧？不吹不黑，一视同仁。正片马上开始。来聊聊设计吧。Fold 7最大的卖点就是薄。我之前在 S25 Edge 那期说过，靠砍配置得来的薄毫无意义。Fold 7虽然砍掉了触控笔，但好歹升级了2亿主摄，和前代比属于是功过相抵。但是横向比较国产折叠，堆料外加轻薄，就有些不太够看了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国产这些超薄折叠我也用了不少。就拿荣耀 V5 来说，重量厚度从数据上来看和三星差别不大，但是拿在手里啊，三星那种薄就有种薄的不太正常的感觉。对，就和25 Edge 感觉挺像的。这主要是3方面的原因啊。首先 Fold 7的镜头小小的，还靠边，我这台蓝色还砍掉了 S25 Ultra 那个丑爆了的保护圈设计，平日里手指大部分时候都碰不着，就有种捧着块瓷砖的感觉。其次，三星一贯的横平竖直的造型，尤其是前后面板都没有像国产机那样整微曲，直愣愣的，这手感就更显薄。最后，三星改了屏幕比例，这次打开屏幕尺寸来到了8寸，本来就比25 Ultra 还轻，加上这一大，重量一分散，手机拿手里都像塑料做的啊，这真是在夸。把这三星放在大火街的折叠屏边上，就有种圣女进了哥布林窟的感觉，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实在是太愚了。不过做薄的成本吧，这阵子感知最强的是这手机是真他妈难开，一合上严丝合缝还紧，手都没个着力点，裸文档一不小心就要飞机。另外这次的铰链开合手感吧，也说不上倒车，但就没有以前三星那味儿。如果说 Fold 6的开合手感是很难用语言描述，大家麻烦意会一下，就整体更像国产旗舰了，段落感更强，但牺牲了小角度悬停和丝滑的手感。我这台打开之后自然角度摊不平，但是用力掰一下能超过180度，而且自从用了2星期之后，这手机偶尔在开屏的时候会发出滋啦一声撕纸的声音，有点慌。好在起码不会像小米折叠那样合上还能两边晃，也不会像自家 Flip 7那样打开之后还会嘎吱响。在用前几代 Fold 时，我总在想，要是可以加大一点内屏，用笔当鼠标，那得多好使。这次屏的确大了，结果笔给你砍了。前几代 Fold 的屏下摄像头方向对了，水平太差，还指望着三星能够一代更比一代强，结果这次屏下摄像头给你砍了。看16:9视频时，这玩意就处在边角，就和其他折叠屏一个卵样。有追求的没人爱，俗一点的反而能大卖。我就是在说手机。机身是变薄了，但是镜头没法一起薄，所以这相机就和25 Edge 一样，面积不大，但凸起贼壮观。不管这合上还是打开，带壳不带壳，放桌上看看这晃的，打个字能给人晃晕车了。而且镜头都这么突出了，结果超广和长焦还是用的1200万和1000万的陈年老底，这个牙膏还要挤几年呀？来到屏幕 ，Fold 7的外屏虽然只有6.5寸，但这次的比例更宽了，就没有6代那么一手掌握。说的好听点更主流了，说的难听点没那么精致和独特了。但主流的好处是观感和打字的时候空间宽裕了不少。前置挖孔的尺寸算不上大，整体触控响应也一如既往的跟手，好评。要注意啊，这块外屏在摄像头附近边缘处大概率会有不平整的情况，我这台包括我朋友的都有。展开之后，这块8英寸正方形的屏幕细腻度够用，色彩表现也不错，但是折叠屏的通病，看片上下黑边，游戏左右裁切，怎么都不爽。而且虽然这屏幕用上了 UTG， 但是塑料感还是浓得很。我这用了快1个月的时间，折痕是越来越深了。一开始还和国产机差不多啊，现在看看已经没比上一代浅多少了。不过有一说一 ，Fold 7内外屏的黑边在折叠屏里属于相当窄的，观感很好。当然和直板机的边框还是没法比。要论精致感的话，国产大折叠还真没有谁能比得过。而且这次的户外亮度 ，Fold 7可是一点都不悠着，什么 OV 荣耀在它面前都是弟弟。当然呢，用续航换的，咱们后面会说。哦，对了，高频 PWM 调光还是没有，我不敏感，大家买手机时会在意这个吗？
其他方面，扬声器的表现中不溜，震动马达三星一贯的保振幅轻震感的风格 ，IP48 今年折叠屏标配没什么好说，红外遥控还是没有，国际大厂就没谁做这个。面部识别一如既往的角度小，解锁慢，指纹识别横向对比也属于不太灵的那类，速度识别率都比不过荣耀和 vivo。总之，单论设计，我这个大火疖子过敏患者还是愿意给 Fold 7打个高分。毕竟这年头，折叠屏比配置没一个比直板靠谱的，但是比外观，三星折叠好歹看着不糟心呢。再来聊聊系统体验吧。Fold 7应该算是第一批出厂默认 One UI 8的机型了。这安卓16大版本更新来到了折叠屏上，最大的改变就是没啥改变。咱们先来夸几句吧。这大半个月用下来，除了几次微信闪退、模拟器花屏这种大概率归结于安卓16适配的 bug 以外，这三星的系统还真挺稳的。夸完了，可以说缺点了。流畅性上，三星对于不同机型的调教是绝对不一样的。今年的三星机型 S25 Ultra 最流畅，其次是25和 Plus， 接下来是 Edge， 最差的就是 Fold 7和 Flip 7哥俩，尤其是 Flip， 块头小，散热差，开屏必定卡2下。Fold 7略好一点，大体还能保持匀速，打开关闭 APP 的速度也还算快，但是和丝滑真扯不上什么关系。加上三星粗犷的动画风格，这手机用着说好听点就是一股美式肌肉车的味道，说难听点根本不像1万块钱的机子啊。好在 Fold 7在日常用的时候温度控制非常的优秀，聊微信、逛淘宝之类，机身发热非常的轻微，比起同样主打轻薄的 S25 Edge 进步明显，比起导个资料都快自然的 Flip 7好了一个鸿蒙。但是别打游戏。Fold 7的游戏性能比起6代是有明显倒退的，我为这个结论负责。张开状态下，和平精英发热就有些扛不住了，27度的室温，1小时温度39。原神嘛，最高画质纳塔1小时闲逛，帧率平均58，表现还行，但是温度直接给干到了快50，就挺夸张的。而且用折叠屏打游戏，屏幕软绵绵，戳着心里慌。方形的比例，原神默认视野直接变成人物建模欣赏，敌人一多，我人在哪都看不清。和尚打游戏吧，这热量散不出去，而且放着大屏不用搓小屏，又觉得浪费钱。这折叠屏和打游戏，就现在这形态来看，先天不兼容吧。其他方面，国行三星不锁后台就丢推送的问题，欧版也一样。通知栏没有分类，没有屏蔽，过会儿没管一拉下来，密密麻麻看着眼花。应用单独设置显示帧率，三星也不支持。续航上，为了追超薄 ，Fold 7还是用上了跟前代一样的4400毫安时迷你电池，只比 Flip 大了100。这实际表现吧，看你和谁比。主观来看，略强于 S25 Edge， 不如其他所有主流旗舰。我在内外屏对半开的使用模式下，日均亮屏4个半到5个小时左右，就属于不那么焦虑，但也算不上放心的水平前提是别出门。前头有提到这三星亮度给的足吧，但是一到激发亮度，这手机就浑身热，掉电拦都拦不住那种，而且一热就卡，卡久了就锁亮度，正儿八经的3分钟真男人。散热差，电池小，物理法则没法搞。充电嘛，25瓦极速闪充，充满仅需1小时45分钟。老外的松弛感，咱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学不来。来聊聊相机吧。三星这几年的相机策略主打一个等级森严，现成的零件排列组合能撑好多年。Fold 7用上了 S25 Ultra 的2.1像素主摄，但是超广和长焦还是 S25 那套陈年老底。盲猜明年就该换上 S25 Ultra 的超广角，到了 Fold 9就该上5倍潜望了，牙膏1.1几，咱不急。3颗镜头都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咱们也没必要讲太多。一句话总结，没变化。快门不跟手，算法偏保守，变焦挺顺畅，预览亮堂堂。因为都是用的存货嘛，3颗摄像头的定位就挺奇怪的。按理说超高像素主摄最大优势是变焦裁切，结果 Fold 7还塞下了一颗垃圾3倍长焦。这长焦水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夜景转不转圈圈，画质都没啥区别。白天用着拿主摄放大，这效果比长焦还要好点，真挺少见的。手机到手机的安装 Camera Assistant 可以开启锁定镜头、调节锐度之类的高阶设置。国产机玩出花来的手持长曝光、长焦微距，三星依然没有，水印也得靠手动后期。作为折叠屏 ，Fold 7能够直接用后置镜头来自拍，能当支架拍延时和长曝光，能分屏看相册，能悬停打电话。就说打出去没吧。现在折叠屏都大差不差。不过 Fold 7的外屏预览是可以直接把操作 UI 全套搬过来的，比起某些国产折叠只能显示画面要好用得多。再来说说画质，200%放大鼠毛实在太过无聊，咱们就来简单讲讲 Fold 7的成像风格好了。接下来的速度比较快大家可以随时暂停观看样片。白天主摄区别不大，三星画面略有锐化，国产祖传拉 HDR， 三星紫边有些尴尬。室内三星色彩更正，主摄微距，荣耀略胜。夜景红色三星跑偏，荣耀画面过于鲜艳，这组更是对比明显，极限环境我站左边。
超广荣耀明显偏黄，不过视角荣耀更广。三星有时紫得发慌，要论细节，荣耀更强。3倍荣耀毕竟潜望，细节更好，虚化更棒。夜景三星画面略脏，色彩细节不太像样。三星只能30倍变焦，光学不足，算法胡闹。荣耀微距能用长焦，夜景30吗？纯属搞笑。再来看看录像，三星的表现还是很稳。Fold 7在大太阳下的曝光策略比荣耀来的保守，但只要稍微暗一点点，荣耀的画面锐度和细节就下降的很厉害，总给人一种没有对上焦的感觉。这一点在夜景上就更明显了，荣耀的细节、亮度和防抖都比三星差了一个档次，光线越暗，差距越大。白天前置自拍，三星的肤色明显更好，视角更大。到了夜里，这差别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总的来说 ，Fold 7依然是三星一贯的风格，拍照不突出，录像不拉胯。相比之下，这荣耀虽然硬件更牛逼，但是跛腿的厉害。Fold 7作为一台1万多的手机，这相机表现肯定是不及格的，但是矮子里头拔高个，在折叠屏里不算太差。可能之前i5 Edge 和 Flip 7拉低了期待了，这台 Fold 7我用着真还挺开心的，尤其是续航和发热比起上一代提升明显，终于是能正常用了。所以说咱们这些新粉啊，双标都严重的很，1万多买个正常用，咱们就感恩戴德了。如今的折叠屏同质化比直板机还要严重 ，Fold 7也终于是随着大流，屏下摄像头没了，遥控器外屏没了，笔没了，甚至转轴手感也变得和国产机一样了。它变土了，但是也的确变好用了。尤其是和那些把大火疖子复制粘贴到折叠屏的国产牌子放一起，叫它一声最美折叠，应该不过分吧？相比前几代 Fold， 7代终于能让人用着不心烦、不焦虑了。虽然续航、性能和相机上的落差客观存在，所以这 Fold 7值不值得推荐，就得看你吃不吃它身子了。折叠屏的死穴，外屏显小，内屏嫌方，价格太贵，配置太废，这些毛病 Fold 7一个不少。绝大部分所谓的折叠屏特色功能也不过是创造需求，没啥卵用。直板机不能做的，折叠屏大概率也做不了。这问题要解决，折叠屏形态得大变才行。我不确定有多少人成天需要用内屏看 CAD、PDF， 我也不知道只是为了看漫画和电子书就多花这么多钱到底值不值。我只是坚持我的观点，如果你还在直板和折叠屏之间摇摆，我会毫不犹豫推荐买直板机。这观点也适用于 Fold 7。不过要是你就图一个一开一合的仪式感，追求个出门装逼的社会价值，或者像我一样有闲钱用腻了直板就图它身子， Fold 7还真是最近这一大堆折叠屏里我最喜欢的一台，没有之一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话，还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感激不尽。